2002年8月，极其重视亚洲电竞市场的暴雪发起了一个重要计划。与此同时，电竞界的第一传奇人物李晓峰每天晚上都要去家门口的追风网吧包夜通宵，打一款叫《魔兽争霸》的游戏。那会儿他经常被嘲笑，每当他登陆亚洲战网，频道内都会极其热烈地讨论 Sky 这个 ID， 大家都叫他奇葩哥，因为他是当时全亚洲战网输的最多的选手。他的战绩是400胜7000多负，只要李晓峰一出现在战网，频道里就会迎来一波热闹的讨论。不过那时大家不会把他当作中国电竞的旗帜与图腾，更多的是对奇葩哥的调侃，毕竟能输这么多把也是真的不容易。 Sky 根本不在意这些，因为他并不是来玩的，他需要在半年内将魔兽争霸这个新游戏打到亚洲战网前3名，这样每月就会得到官方1000元的奖金。其实他意识不到这个是暴雪有意进行重心的战略调整，他想的只是在奢侈的电竞之路上需要持续的赢得奖金。 Sky 的母亲没有收入，父亲的收入又要养活家里7口人。在2个多月前， Sky 曾向父亲承诺，他需要家里支持他几百元钱，最后一次参加星际 WCG 比赛。如果这次他在世界上拿不了名次，他这辈子永不碰电竞。结果 Sky 只是在武汉赛区拿了第3名，而他的在校学生身份已经进入了尾声。按照约定，他要信守承诺，老老实实回乡里医院实习。这本身也在 Sky 父亲的意料之内，因为在2002年的中国提起世界冠军这个概念，多数人都觉得太遥远了。02年4月，中国足球队首次亮相世界杯赛场，大家抱的期望值太高了。男足3战3负，连丢9球，1分未得，1球未进，而韩国队却杀入了世界16强。这事件在当时太打击人了，让整个体育产业都迎来了个小低谷。但是比教练我想踢足球更让人闹心的是，教练我想打电竞。为了让父母觉得自己在信守承诺， Sky 只能在晚上偷偷去网吧了。他知道虽然父亲已经打不动他了，但也到了不想让父亲伤心的年纪了。下次比赛肯定不能再找父亲要钱了。这会儿虽然他在练习魔兽，但目标依旧是星际。他只是看看能不能靠玩这款朋友推荐的新游戏攒下一些盘缠，为明年星际的 WCG 比赛做准备。2002年，在西半球的荷兰，另一名伟大的魔兽选手 Grabby 在不紧不慢地训练着。Grabby 仅仅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普通至极的州比赛就能赢得100欧元的奖金，而他首次的奖金也全部都请了同学薯条与可乐。他有一个爱好尖端技术，同时也是电竞玩家的父亲。从小呢，他就是一边享用着顶配电脑，一边泡在游戏杂志里长大的。除了魔兽之外，花费最多时间的是钢琴。当 Grabby 纠结要不要走电竞道路时，他的父母说，既然喜欢什么，那就去做吧。很快 Grabby 名气开始飞涨。有一次他报名欧洲 ESWC 的预选赛，也算是当年欧洲的顶级赛事了。来到鹿特丹，刚走进比赛大厅时，一个男人张开双臂拥抱他，立刻宣布他是鹿特丹会场的冠军。因为别人听说他来比赛，全都弃权了，那等于就是坐了1小时汽车就把人打败了，直接领奖领钱。Grabby 成了荷兰最好的沃3选手，而 Sky 尚未成为荷兰最好的沃3选手。不过再过1年多，他们的命运就会紧紧交织在一起。在河南的小网吧中， Sky 虽然很可能会是亚洲战网第一个打到1万牌的选手，但因为赢得太少，等级刚冲到15级，连中游都算不上。又是照常训练的一天，忽然一个 ID 进入到了频道内， TS Ford。 频道内立刻引来了刷屏般的轰动。他是国内3大顶尖魔兽3战队之一的 TS 战队的主力选手，等级更是恐怖的39级。 Sky 肯定不想放弃接近大神的机会，就私信能不能来一盘。结果 Ford 没理他，肯定是嫌他等级太低。于是 Sky 放弃私聊，直接在公共频道里刷屏TS Ford 你这个菜鸟，我要来挑战你，你敢来接受我的挑战吗？频道内立刻就热闹起来了，都来看热闹。Ford 终于私聊 Sky 说，我为啥要接受你的挑战呢？看看我的战绩吧，你会感兴趣的。10几秒后 Ford 简单的回了一句话，进我主机。 Sky 使用了自己研习了很久的专门针对兽族的打法，不过仍旧是不堪一击，大家嘲笑着他的奇葩战术。输了之后 Sky 赶紧发了一句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和你打。对方呢没有回话。后来直到整个战网比赛结束，别说打进前几名拿奖金了， Sky 等级连25级都没突破。
虽然已经练习了近1万把，他还是先放弃了魔兽这款游戏，因为留给他备战星际 WCG 比赛的时间不多了。苦练近1年后，新的一年 WCG 他报名的是星际的西岸赛区，今年他很轻松就获得了分赛区的冠军。不过 Sky 明显感觉到星际争霸这个游戏趋势已经向下了，因为今年的星际比赛在家里参赛就可以，另外冠军竟然1分钱奖金也没有了。去北京参加总决赛，组委会虽然给解决住宿，但是竟然4个人一起住一间20平米的房间，一个睡床上，另外3个还得打地铺。在国内总决赛赛场 Sky 又一轮游了，他输给了 PJ， 而转型魔兽的 CQ2000 苏浩还有 Magic 杨不仅赢得了前3，还都能飞往韩国参加魔兽世界总决赛。不过 Sky 依旧没有失落，他暗下决心，决定来年再战星际。但接下来的1年也是很多无耻赛事举办商严重破坏电竞生态的1年，很多人用超高额奖金吸引眼球，让厉害的选手来参赛，然后去拿品牌方的高额赞助，最后打完比赛不给选手结算奖金，直接跑路。甚至有些比赛是在今天还能查到名字的大型赛事，这些人暴赚了很多钱，却慢慢让选手们参加远距离的比赛非常困难，因为不知道掏了路费赢了比赛后还有没有钱拿。在战队方面也同样没有行业标准，比如有一些 CS 战队去打比赛上火车前是队友，下了火车刚过1天，好几个队友直接被挖到竞争对手队伍里去了，这种事儿是时常发生的。个人单打独斗更是举步维艰。在家中的某一日， Sky 看到了一个令他兴奋的招聘，是 Hunter 电竞俱乐部所发的招聘贴。当时这家俱乐部在 CS 领域是与 WNV 比肩的强队，他们准备组建星际和魔兽队伍，选手待遇是包吃住，每月1000元工资。 Sky 迅速加了招聘者的 QQ， 假设他能通过面试，那意味着他可以每月获得跟他父亲一样的收入，而他父亲的工作可是有好几10年了。很快他通过了面试，可以去北京报到了。但真正难的是劝说父母，果然父母当然是极度不同意的。不过 Sky 选择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开始四处张罗着买车票的钱。在他出发前1天，父亲跑到他房间里掏出了300元钱，说也不知道别人给你发工资是不是真的，你先拿着这300块，到北京后省着点花，实在待不下去就赶紧回来，等过了2个月家里攒点钱了，给你买个手机送过去，在北京没有手机是不成的。 Sky 鼻子一阵发酸，也知道了自己没有了退路。然而等他只身来到北京见到老板后，老板却说在他来之前他们已经到位了更理想的星际选手，如果 Sky 要加入 Hunter 的话，就必须放弃练了好几年的星际，改打魔兽。 Sky 明白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说好的。接下来 Sky 正式进入了职业电竞选手的行列，显示器用的都是液晶的，外设装备一点也不旧，也不用为吃饭发愁，算是真正没有了后顾之忧，简直就是快乐星球。接下来他的生活很简单，除了训练还是训练，最高纪录是1个星期下来平均每天训练17个小时。很快 Sky 迎来了他的一次关键的大考，就是 CEG 全国电子竞技运动会。这在当时是带有官方性质的一个比赛，举办方是中国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与香港中信泰富成立的合资公司。可以这么讲哪怕今天电竞早已被资本渗透市场也异常火爆，但是在亚运会表演赛前，依旧没有一场赛事能拥有如此深厚的背景。然而这次 Sky 又没拿到名次，而且这场比赛还发生了震惊电竞圈的一个事件。当时 Hunter 有一个超一线的明星选手，这个选手在老家有个女朋友，北京也有一个女朋友，但在这次比赛他俩女朋友都想给他来点惊喜，到现场来给他加油。当2个妹子当着众多观众和各路媒体 battle 时，他知道了什么叫惊喜。 Hunter 战队也因这次事件声誉受了不少影响，不过这只是一个什么也影响不了的小插曲，更大的变动正在酝酿。在 CEG 开赛仅仅10天后，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就被禁止播出了，这也意味着出售转播权这个最重要的电竞商业模式不复存在了。所以 CEG 结束不久，公司就以躲避非典为理由，让外地选手先回家休整。实际非典爆发是在02年，而这会儿是在04年。Sky 只好回家，回家后一边依靠之前攒下的钱过日子，一边焦急地等待着俱乐部的召唤。慢慢他意识到他已经被俱乐部抛弃了。他骗父母疫情之后就会回去，实际却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不过紧接着 Sky 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来了，
WE 战队前身幽灵战队的 King 通过 QQ 联系上了他，开门见山的问他要不要加入他们的战队，月薪1800，比赛奖金俱乐部还不分成。Sky 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再次来到北京，这支魔兽战队中有当时中国魔兽第一人左手会跳舞的苏浩，有 CQ2000。在正规战队的氛围下， Sky 也养成了每次打完比赛都记笔记的习惯。一番苦练后，04年的 WCG 总决赛，苏浩获得了冠军， Sky 获得了亚军。这次比赛李晓峰反而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也不知道他获得了多少奖金，他只是简单的写下了获得的成果。另外某种程度上，这依旧是不愉快的一年。在心态上，他终于可以不为生存操心，单纯的为荣誉而战时，他和苏浩都没能参加 WCG 世界总决赛，因为04年总决赛地点是在美国，两个人的签证都被拒签了，错失了和世界级高手对抗的机会后，又过了半年， Sky 终于在 Star Wars 上海公开赛上首次对决了 Grabby 轻松暴打了 Sky。 见识到差距后，Sky 意识到他必须用几个月的时间晋升到全球最顶尖的魔兽选手之列。这期间 Sky 还要面临一个很特殊的挑战，就是面对喷子们都在喷 Sky 战术单调，没有 Grabby 好看，跟木恩更是没法比。有一阵他甚至根本不敢上 RN 论坛，不过他也知道堵住喷子们的嘴只能用成绩去堵。训练最疯狂的时期， Sky 的时间表是什么样呢？差不多是每天接近12点时起床吃饭，1点钟准时开始训练，一直练到第二天凌晨7点。Sky 说，早上几点钟停止训练是取决于我在早上几点钟还能不能找到依然没有睡觉的职业选手。当 QQ 上所有的头像都变暗时，他还不会睡，会再去看看输掉的比赛，做下复盘。终于梦幻般的05年 WCG 到来了， Sky 轻松获得了去新加坡打决赛的资格，而莫恩折戟于国内，没能闯进 WCG 世界总决赛。多年后再看莫恩确实是邀请赛无敌，但 WCG 还算是老输， WCG 欠他一个冠军。 Sky 在05年想的很简单，他只是个搅局的，能拼一个是一个。到达会场后发现阵势异常庞大，现场都是华人粉丝。总决赛共16个小组，每组选前2名开启32强淘汰赛，而 Sky 偏偏小组赛就和卫冕冠军 Grabby 分到了一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早期的电竞有操作和意识之争，就如同剑宗和气宗之争一样，二者谁重要常常会成为班级中同学间辩论的话题。重操作者每日都在修炼手速，追求高 APM， 重意识者则熟悉各种参数，追求对种族的深刻理解。其实 Sky 无论是操作还是意识都未曾达到过绝对的世界第一。他也承认05年论操作和意识都不及世界第一的 Grabby， 但是他苦心开发出来的最强战术刚好是专门针对兽族的。比赛地图是 Turtle Rock， Sky 是大法师加兽王的召唤阵容， Grabby 是先知加牛头。开始 Sky 打得相当强势，但是在闪电链和冲击波的组合下，一本的人族损失惨重。 Sky 破釜沉舟，再次使用了 Tower Rush， 民兵单位几乎全倒下了，男巫女巫损失也惨重。但随着箭塔一个一个立起来， Grabby 打出了 GG， 这也是人族针对兽族系统性战术在世界大赛上的第一次亮相。后来人们管这个打法叫 Sky 流。就在赢下 Grabby 的那一刻， Sky 彻底有了那种当今绝世高手的心态与自信。一个新的电竞时代开始了。在这场之前，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当时的李晓峰已经无敌了。05、06年的 Sky 就是神仙。在今后无数场比赛中，人们再次发现，原来 Sky 流是不依赖操作或者意识的，只需要按部就班压制，不停的压制，每10几秒就把事先演练的滚瓜烂熟的流程步骤都做了，再适当微调就行。这个近乎于机械式的打法，也没有所谓的激进与灵动飘逸。他的对手经常知道他下1分钟会干什么，会怎么打，但就是无力扭转战局。人们也无法给 Sky 的风格进行归类。不过多年后，我突然意识到 Sky 之训练魔兽正如 AlphaGo 之训练围棋，前期先疯狂被虐，败绩先达到全亚洲第一，用于穷举所有可能，然后再计算出精准稳妥之极的打法。紧接着他的2位队友小 T、苏浩也是全胜晋级，算是当时的中国电竞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Sky 持续疯狂收割着胜利，在最终的决赛舞台，他仅用5分钟就将比分改写成了1-0，对手 Short Round 直接被打懵了。
第二盘 Short Round 采取了双兵营极限豹女猎战术，结果再次被 Sky 的火枪碾压。屏幕上打出了 GG， 现场解说开始用 Sky 听不懂的英语在高声呼喊着什么。摘下厚厚的耳机，打开玻璃房门， Sky 站在炫目的灯光中央，看着台下的留学生们纷纷举起5星红旗，他才发现台下的一片片红色是那么的壮观。2-3年前，他的生活是街边每天一顿的水煎包，脏乱差的网吧仓库。他无数次问过自己，把最青春的岁月献给2款游戏是否值得？但他有时又想，身为一个小人物，又有什么样的路径能让他身披红旗，处在聚光灯之下呢？这场比赛胜利的意义有无数后人解读， Sky 对电竞的贡献也只有那些老队员才懂吧。8年之后， TH000 与 Moon 决战13年 WCG， TH000 使用随机赢下 Moon， 可能是因为年龄原因，比赛的操作一点也不华丽，但这也是 WCG 淡出历史舞台前最后一场比赛。这款游戏谢幕时， Moon 再次强忍眼泪，现场的观众都不再年轻，纷纷擦拭着眼睛，连后魔兽时代的 TH000 都已不再是那个少年。他面对记者说，我们这批打魔兽的人最开始是跟应试教育打，后来是跟韩国人打，现在是跟现实生活打。而他的母亲也问他，你这行是青春饭，能打到30岁吗？就算打到30岁，今后的人生怎么办呢？TH000内心其实也没有答案，只能回答，看看老大哥吧，看 Sky 他的路怎么走，我就看看能不能跟着走。蜡烛也猜测，也许当时的电竞人都会这么想吧。到这里，我用了4期视频带大家看了 Sky 电竞人生的起起落落。这个关于勇气与坚持的故事到此完结。有时我们说不清是选手成就了游戏，还是游戏成就了选手。我才发现，原来我能记起的所有选手都有不同程度的遗憾。其实我也不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每期叙事的节奏也不是那么的出色，甚至我魔兽水平都一般，也只是一个电脑里存着大量精彩对战录像，爱打中等电脑的菜鸡。看到这里，又有多少人想再开一局呢？可咱又能找谁再开一局呢？可惜啊，我们终究没等来魔兽4，或者说不太可能等到了。但依旧感谢每期视频评论区都有老玩家甚至老电竞选手帮我完善那个时代的画面，感谢大家。有机会我也会做一个其他怀旧游戏的合集，如果你喜欢这4期，可以给我一键3连。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